Hello，大家好，我是芒果。今天想要介绍的是我目前在残暴专家模式游玩的流派，就是咒术枯萎地雷。它这个流派比较特别，是因为你需要一些特定的辅助石或是特定装备才可以启动。所以如果你还没有那些装备或是没有那些辅助石的话，你可以先考虑使用岩爆星星地雷开始拓荒。我后面也会介绍到现在就先讲咒术枯萎地雷的部分。你需要的是一个击中诅咒的手套，瓦过的击中诅咒手套，任何诅咒都可以，或者是谢主之替戒指，或者是诅咒光环的辅助宝石，这些都可以让你的咒术枯萎地雷开始启动。不过如果你还没拿到辅助石的话，就先没办法玩。然后我这一次选择的是以判官起手，因为这一次判官在残暴模式的天赋有跟动。就是它将其中一点升华点跟动为杀戮之面的效果，也就是将你主手的暴击率套用到法术上面。所以这一次判官的升华点，我可以运用它的战法以及杀戮之面的升华点，将我的主手武器套用到咒术枯萎的伤害上面。拓荒时期的话，就看你要选跟我一样选老头骑手，或者是你想要选削斗骑手都可以。然后老头骑手的话，你就是使用一样跟之前影片介绍到的火墙加火蛇图腾以及熔岩球来拓荒。然后到第3章之后，你可以转换成岩爆星星地雷，之后就可以一路丢到通关了。其实也不太需要转换成咒术枯萎地雷，只是因为我刚好有打到击中诅咒的手套，所以我才切换成咒术枯萎地雷。不切换的话，其实伤害也是挺高的。我有切换成岩爆星星地雷刷图，一样伤害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就是看起来比较华丽一点。然后如果你是选择想要玩 Shadow 的话，也就是盗贼的话，你可以选择用火焰陷阱拓荒，或者是用冰霜地雷拓荒都可以。然后一样到第3章之后，可以拿到岩爆星星地雷之后，就可以开始一路丢到通关了。然后比较需要拿到的几颗辅助宝石，如果你有的话，就尽量用这些。如果没有打到，其实差别不大。你看画面上我在使用的也是没有地雷网辅助，也是一样单颗慢慢丢着通关拓荒通关，所以其实也不太需要一定要地雷网。对，这边稍微讲一下，就是如果你想用岩爆星星地雷的话，你还没有拿到地雷网之前，可以先用单体丢就好了，就是像前段影片看到的那样，打王之前你将它丢满之后，然后再一起引爆。然后你拿到地雷网之后就不需要这样丢，你可以丢完之后走位，丢完走位。不过就注意你一样丢满之后，它引爆的时候投射出去的投射物会比较多，所以伤害比较多，所以建议还是打完之前把它堆满比较好。然后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使用地雷网之后，你需要撑一点地雷投掷速度，因为你会像这样被卡在一个定点，大概0.5秒，所以你走位方面会稍微有点卡卡的，就是刷土方面手感会有点卡卡的。不过就适应一下，因为毕竟地雷网增加的伤害还是蛮多的。如果你觉得手感不好，你也可以先不要用，直到你打到充能地雷这颗辅助为止。因为充能地雷这颗辅助会给你狂怒球，然后狂怒球会增加投掷速度，那样刷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然后就是最重要的2颗辅助石，就是充能辅助跟充能地雷辅助以及地雷网辅助。然后其他的辅助，像地雷陷阱这颗，虽然说它给的伤害很高，可是它会让你的地雷投掷速度10%更少，所以其实一般是不太喜欢用这一颗。像我现在的配置也是没有使用这一颗的，因为它会让你的手感非常的不好。所以其他的辅助宝石，像这边列出来这几颗辅助宝石都蛮适合给地雷用的，就看你有捡到哪一颗辅助石就可以用这样。像 Hyperformia 或 Immolate 或火穿或者是爆伤、暴击率增加，或者是新出的辅助石魔刃。魔刃如果你有一把好的点伤武器是蛮好用的。我本身这一只是判官，所以我可以再用魔刃，可是目前为止，我还不需要用魔刃，就伤害没有提升那么多。
或者是点燃，就看你打到哪一颗辅助石都可以用。如果你不想用判官的话，就是用正统的地雷流派的话，建议还是使用诈欺或者是破坏者。我会选用判官的缘故，是因为他这一季在残暴天赋有跟动，就是他把杀戮之面的那一点放到判官的升华里面，所以对咒术傀儡来说这一点非常的好用。不过如果你是走研爆新兴地雷的话，就不一定要走判官，你就可以走一般的破坏者型的地雷，或者是走诈欺型的。然后这大概会是诈欺类型的走向，就是一般的走向都大同小异啦，就是地雷方面的走向都大同小异啊，就是主要看你特化的方向是要走这边像是走法压类型的，或者是你喜欢往左边走点到 MOM， 或者是配合格挡，这就看个人喜好啊。我会把这个连结也放在下面影片叙述里面，如果有兴趣的人再看。就是推荐研爆新兴地雷，大概还是走破坏者，伤害会比较高一点。不过走诈欺的话，生存也会不错。就是如果你走诈欺，然后拿不会被冰缓的话，以及拿一些伤害，然后再加上法压点，这样对于生存来说比较有帮助。不过破坏者的伤害应该会高一点，就看个人的喜好。因为破坏者毕竟是陷阱专家、陷阱地雷专家嘛，所以伤害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我升华点就留着，看个人喜好，比较喜欢哪一个，看每个人喜好不同嘛，所以你们再自己决定吧。